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iPhone 的电池续航能力一直被用户关注和诟病，尤其是 iPhone 14系列以下的机型，在安卓阵营电池容量普遍以3000毫安起步，部分旗舰机型达到5000毫安的年代，苹果多数机型电池容量仍维持在1800毫安至3500毫安之间。很多果粉表示 ，iPhone 在电池续航方面并未达到预期。尤其是在持续使用手机进行高强度任务或游戏时，电池续航时间显著不足。尽管每一代 iPhone 都会给出电池续航时间的官方数据，但实际体验结果往往与之不符，这也引发了一些用户的不满与抱怨。之前的 iPhone 14系列还出现了电池健康度下降过快的问题。尽管苹果在去年推出的 iPhone 15系列中承诺了改进，但用户仍然对其是否会重蹈覆辙感到担忧。可能是为了消除用户对电池的顾虑，近日，苹果公司宣布对所有 iPhone 15系列机型的电池进行重新测试。据报道，经过1000次充放电循环后，新款 iPhone 仍能保持原始充电容量的80%，这一数字是最初 iPhone 15系列发布时预测的2倍。此前，苹果的支持文件曾指出 ，iPhone 电池在500次循环后仍能保留原始充电量的80%。然而，在重新测试2023款 iPhone 系列4款机型的长期电池健康状况后，苹果发现它们现在可以在至少1000次循环后保持80%的容量。苹果称，这些测试包括在特定条件下对电池进行1000次充放电循环，以及模拟常见使用场景的各种测试。苹果将这一预估的提升归因于其电池组件和 iOS 电源管理的持续改进。除了延长电池寿命外，苹果还宣布，通过 iPhone 15机型上的 iOS 17.4，用户可以在电池健康选项中查看更多电池信息，例如电池健康状态、最大容量、循环技术、制造日期和首次使用。苹果同时也提醒用户，任何 iPhone 型号的电池寿命最终取决于设备的正常使用和充电方式。苹果建议尽可能将手机保持在62至72华氏度的温度下，同时应避免在充电或放置手机时处于高温环境，并尽量避免直接阳光照射。此外，如果长期存储旧款 iPhone， 最好将其充电至50%的电量。有分析称，苹果此次对 iPhone 15系列的电池进行重新测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贴合最新的欧盟有关智能手机的评级。从2025年6月开始，在欧盟开展业务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制造商将被分成不同等级，表明其能源效率、电池寿命、防尘防水以及防意外跌落能力。该等级的电池寿命部分需要至少800个充电周期，同时保留至少80%的原始容量。同时，生产商必须在5至10年内，以及最后一个装置的市场定位结束后的7年内提供关键备件等。近2年来，苹果在 iPhone 14和15系列机型中显著地提升了电池容量。iPhone 15的电池容量提升到3877毫安，较上一代提升近30%。iPhone 15 Plus 的电池容量更是接近5000毫安。此外，本次针对 iPhone 15系列电池的重测，也印证了苹果在最新的芯片中对电池管理系统和功耗进行了优化，提升了电池的耐用性。从苹果历年的发布会可以看出，相比提升电池的容量，苹果更加重视从硬件和软件对功耗进行把控，延长电池的续航和寿命。新款 iPhone 16系列在电池方面将迎来显著升级，但不同型号之间的命运却大相径庭。爆料称，标准版 iPhone 16和顶级版 iPhone 16 Pro Max 将配备更大容量的电池。具体而言，标准版 iPhone 16预计将搭载3561毫安时的电池，相较于前代 iPhone 15的3349毫安时电池有了显著提升。iPhone 16 Pro Max 电池容量将达到4676毫安时，相比 iPhone 15 Pro Max 的4422毫安时增加5%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新款 iPhone 16 Pro Max 的电池将采用矩形设计，而非传统的 L 型设计。这一变化得益于苹果公司对内部结构的优化，使得设备能够容纳更大容量的电池，进一步提升续航表现。基于此，有媒体报道称，预计 iPhone 16 Pro Max 最终苹果官网宣传的续航时间，也就是视频播放最长时间，可能从上代 iPhone 15 Pro Max 的29小时变为超过30小时。画面分别为 iPhone 13 Pro Max、14 Pro Max、15 Pro Max 的官网宣传数据。可以看到14 Pro Max 和15 Pro Max 一致，均为29小时。如果爆料属实的话，
也意味着 iPhone 16 Pro Max 将成为苹果有史以来续航最强的 iPhone。另外，据消息称，苹果还在 iPhone 16系列上采用了堆叠电池技术，该技术有助于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和整体效率，从而延长设备的屏幕使用时间。新机还将支持高达40瓦的有线快充，比上代快48%，并支持通过 MagSafe 进行20瓦充电，比上代快25%。总的来说， iPhone 16系列在电池方面的升级无疑将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另外，今年秋季的 iOS 18系统或将对手机的功耗做出更加智慧的管控，进一步延长苹果手机的电池寿命和续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前不久有媒体统计，当前全球 iPhone 的平均使用寿命达到了8年。iPhone 能这么长寿，除了苹果本身的配置优势之外，很大程度是因为个人用机习惯。接下来 Jeffrey 给大家分享几个好习惯。电量维持在20%到80%之间。电池健康算是影响 iPhone 使用寿命的重要因素。保持正确的充电习惯可以有效延迟电池衰老。很多朋友会把手机用到红色警示再接通电源，但其实更好的做法是将电量维持在20%到80%之间，尽量不要低于20%再充电，以免加速电池消耗。其次，建议大家不要边充电边玩手机，同时摘壳充电，减少后台负载。虽然 iPhone 执行墓碑冻结机制，但后台存放太多 APP 还是会不可避免的拖垮手机进程，所以建议大家随手将后台不需要用到的 APP 关闭。除此之外，保持手机 APP 精简也能有效减少手机负担，同时避免资源占用。30天内没打开过的 APP 可以自行卸载。定期清理内存。日常使用手机过程中，难免会缓存很多无关紧要的数据，有些数据甚至会占不小的内存，所以建议大家养成定期删除手机缓存的数据，包括不要的数据、不重要的聊天记录、僵尸 APP 和 APP 缓存，比如视频缓存等，手动给 iPhone 瘦身。正确购买、使用配件。要说 iPhone 最重要的配件，充电器肯定算其中之一。有条件的朋友最好购买苹果的原装充电器及充电线，避开3无厂家的3无产品，一方面可以防止出现意外，另一方面也能保证 iPhone 不被损害。日常使用过程中，最好将其放置在干燥阴凉环境中，防止踩踏、撕扯数据线，毕竟苹果的原装充电组合还是蛮贵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无论苹果如何改进其电池技术，真正的考验还是在于用户的日常体验。我们所期望的是在忙碌的一天结束后， iPhone 仍能保持充足的电量，不至于在关键时刻断电。不知道大家对手上 iPhone 的续航表现满意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